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紫云健康频道。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明明很累，躺在床上却翻来覆去睡不着，白天总是感觉疲惫不堪，做什么事都提不起精神，脸色发黄或发白，看起来就像营养不良。如果你是女性，可能还会出现月经不调、量多或者量少都有的情况。更要命的是，你可能还会莫名其妙的流鼻血、牙龈出血，甚至皮肤上经常出现小的淤血点。去医院检查，各项指标可能都正常，医生说没什么大问题，但你就是感觉不舒服。这一期视频会告诉你，这些看似毫不相关的症状，在中医看来其实都指向同一个问题：心脾两虚。而有一个经典方药专门针对这种情况，它就是归脾丸。在今天这期视频里，你将学到为什么会出现心脾两虚的问题，归脾丸的组方原理，如何判断自己是否适合用归脾丸，实际使用中的注意事项和改良方法。我还会告诉大家一个很多人都不知道的秘密，为什么归脾丸比同样补气血的八珍丸更适合失眠的人，以及如何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来调整用药。首先，我们来看看心脾两虚。咱们常听到心脾两虚这个词，是不是感觉有点摸不着头脑？其实说白了，心脾两虚就是脾气虚加上心血虚，本质上就是气血两虚。脾气虚了，就像工厂的生产线出了问题，没办法正常化生气血。脾气虚还管不住血液，就容易出血，出血多了自然就血虚了。这里有个关键点，心脾两虚既不是单纯的气虚，也不是单纯的血虚，而是脾气虚加上心血虚的组合。换句话说，本质上是气血两虚，但有特定的脏腑定位。让我们用最简单的比喻来解释这个发病机制。脾脏在中医里负责消化吸收，把食物转化成气血。当脾气虚弱时，第一，它没法正常生产气血，导致气血不足；第二，脾气虚还管不住血液，血液容易乱跑，出现各种出血症状。这就像一个工厂，既生产不出足够的产品，气血生成不足，又管理不好仓库，血液乱流。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归脾丸具体治疗哪些症状。你要是经常觉得气短，稍微走几步路，说几句话就没劲儿，四肢也软绵绵的，还总是神疲乏力，这就是气虚的表现。还有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好不容易睡着了还多梦，白天头晕眼花，脸色看着也不健康，萎黄的，这些情况大概率是血虚导致的。再就是吃饭不香，没什么胃口，要是发现皮肤上莫名其妙出现紫斑，或者牙龈出血、鼻子出血，女性月经不调、月经量多，这些都可能是脾气虚不能统血引起的。月经量少呢，就和血虚有关。这一系列症状合起来，就是典型的心脾两虚。西医病症方面，归脾丸可以治疗慢性疲劳综合征、焦虑相关性失眠、更年期睡眠障碍、功能性消化不良、肠易激综合征、原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功能性子宫出血、慢性牙龈炎伴出血等病症。这些病症的共同特点就是慢性疲劳加失眠加排除器质性疾病后不明原因的出血。说到这儿，可能有人会问了，既然都是补气血，那归脾丸和上一期视频说的八珍丸有啥不一样？这区别可大了。八珍丸是笼统的补气血，没有明确的定位，而归脾丸针对的是心脾两虚，特别强调对心脾的作用，而且还加了不少安神的药。要是你因为气血不足、失眠问题特别严重，那归脾丸可比八珍丸管用多了。现在重点来了，归脾丸为什么对心脾两虚伴失眠的病症这么有效？我们来看看它的组方。补气的药材有党参、白术、炙甘草、茯苓，这是我们前面聊过的经典的四君子汤，专门补脾气。黄芪，这是补气的明星药材，力量更强。补血的药材有当归，补血第一名；龙眼肉又叫桂圆肉，既补血又安神；大枣，气血双补；酸枣仁，补血安神，是治疗失眠的王牌药材；远志，能开心窍，安神。这里有个惊人的发现，大家注意到没有？这个方子里居然有这么多安神药。
茯苓能安神，远志专门安神，酸枣仁更是安神的首选，龙眼肉也是补血安神，连大枣都有轻微的安神作用。为什么要这么多安神药？说到安神，咱们得好好聊一聊。龟皮丸里能安神的药可不少，茯苓大家都熟悉，它不仅能补脾祛湿，还能安神。茯苓有个兄弟叫茯神，安神的效果比茯苓还要好。简单来说，茯苓是长在松树根旁边的菌，而茯神是抱着树根生长的那部分。就因为茯神抱着树根，它的安神能力更强。茯神里面的木心也有安神的作用。除了茯苓和茯神，远志也是安神类药材，它还有开心窍的作用。这个窍指的是神窍。比如说，遇到有点痴呆症状的人，我就经常会用到远志。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个案例。我曾经在门诊遇到一个老太太，晚上不睡觉，在家里闹得不可开交，还老是觉得自己见神见鬼。我在给她开的药方里就加了远志和石菖蒲。石菖蒲能化痰、开窍、祛湿，也是香囊里边常见的中药材。结果第2个礼拜，老太太再来复诊，效果好的出乎意料，睡眠恢复也很好，晚上也不折腾人了。从那之后，我就知道，在治疗神志问题的时候，远志和石菖蒲有时候比酸枣仁更管用。还有酸枣仁，要是把它当成安眠药来用，在中药里算是接近首选的。和西药安眠药比起来，中药安神药最大的好处就是接近生理性睡眠。吃西药安眠药，第2天早上起来容易嗜睡、犯困，还可能产生依赖性。而中药安神药不会有这些问题，吃了之后第2天神清气少，也不用担心依赖的问题。龙眼肉既能补血，又能安神，有些血虚失眠的女性，光吃桂圆肉就有效果。大枣也有一点点安神的作用。这么多安神的药材加在一起，龟皮丸在补气血的同时，对失眠的治疗效果就非常突出了。方子里还有一味药叫木香，它的作用是行气。为啥要加行气的药呢？你想啊，龟皮丸里这么多补药，吃多了容易让人感觉闷滞，加了木香，就像给身体开了一条通畅的小路，让补药更好的发挥作用，不至于补过头。这就好比做饭，光有食材还不行，还得有调料来调和，让味道更好。最后，我再分享一些临床用药经验。原方虽然经典，但在实际使用中，我们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调整。如果患者出血严重怎么办？原方里没有专门的止血药。如果你出血症状比较明显，可以加一些止血药，比如阿胶，但在南方用容易上火，要小心，不太好消化。也可以试试花生衣，不过它止血的效果相对慢一些。如果龙眼肉吃了上火怎么办？很多中医书籍里说龙眼肉性平，但实际上不少人吃了会上火。如果你属于这种情况，可以加一些百合来平衡。百合既能养心阴，又能安神，还能制约龙眼肉的温性。如果失眠伴有烦躁怎么办？这时候可能不适合用温性的远志，可以改用百合来安神。要是你觉得龟皮丸的效果不够理想，还可以把它改成龟皮汤。汤药可以根据个人情况调整，比如加止血药、改安神药等。好了，今天关于龟皮丸的核心知识就分享到这里。让我们快速总结一下：龟皮丸专治心脾两虚，本质是气血两虚伴失眠，它比八珍汤更适合有失眠症状的人，还可以根据个人情况进行调整和改良。中药安神的优势是接近生理性睡眠，对药材没有依赖性。如果你发现自己符合视频中提到的症状，不妨试试龟皮丸。今天关于龟皮丸的知识就分享到这儿。想知道更多实用的中成药知识，解决你生活中的健康小烦恼吗？记得关注我的频道，后续还有更多干货等着大家。